嗨，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前一支影片我们揭晓了投资银行背后影响手套股价的一些手段，而且收到了很大的回响。那么既然大家对手套股那么热忱，小编我今天就再来做一次讲解关于谁是手套股股价真正的敌人的影片吧。开始前，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哦。首先，很多人想到手套股的敌人时，就肯定会先想到疫苗，因为近期只要疫苗的新闻面世，手套股隔天就会马上开低 gap down。相信很多人每晚都睡得不安乐，因为每一次疫苗新闻都会在晚上公布。那么小编我就来为大家整合一下，现在在市面上研究比较成功的疫苗有几种吧。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概已经有10款疫苗已经在临床第3阶段测试，而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大多数也批准了有限使用，他们通常都是给一些公务人员使用，或者是说拿公务人员作为白老鼠。而之前炒的最火热的应该就是俄罗斯在8月12日公布的 Sputnik 疫苗，还有近期个别在11月10号和17号公布的声称有90至95% 成功率的Pfizer 和 Moderna 疫苗。相信手套股民对这2个疫苗公布后股价的表现印象深刻吧。那么接下来小编就假设，如果疫苗是真的成功了，这对手套的需求量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就拿2009年 H1N1 来做比较。我知道 H1N1 不是最好的例子，但是它是属于目前情况规模最相近的瘟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H1N1 在2009年9月15日第一批疫苗公布后，手套股龙头老大 Top-Glove 的每股盈利 earning per share 还是在攀升的，直到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宣布疫情结束后， Top-Glove 的盈利才开始下滑。而且在最近一项 RHB 的研究报告中提到，疫苗的诞生将产生每年约180亿只手套的需求量。这证明了就算疫苗面世，其实手套股的需求量是不会减少的，而且手套公司还会继续赚钱。之后我们也来假设，如果现在的疫苗研发失败的话，对手套的需求量又会是什么影响呢？其实显而易见，如果世界还是那么松懈，让全球每日确诊人数不断突破新高，那很简单的，手套需求量将会继续攀升，手套的平均售价也会继续创新高，因为手套短缺的问题还是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以上小编所说的都是手套的需求量，而不是股价哦。而现在小编我才要开始说关于手套股的股价。首先我们会拿 H1N1 时 Top-Glove 的股价走势与这一次新冠肺炎的 Top-Glove 走势来做比较。我们可以看到 H1N1 时手套股价是一直攀升，直到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宣布疫情结束后才开始下滑，甚至在9月18日当疫苗面世之后，股价还连续上涨。而且10月5日当美国第一次开放为大众注射疫苗时， Top-Glove 的股价还连续涨了6天。可是反观这一次的手套股股价却在疫苗快要出现之后一蹶不振。大家肯定都一直以为是疫苗的错，可是如果是疫苗的错，那么为什么 H1N1 时疫苗却没有让股价下滑呢？小编觉得大家都没有看到背后其他的几个因素。今天小编就来跟你们分享小编分析出来的原因。首先，如果我们回顾2009年 H1N1 的时候，小编查了一下那些现在被严重打击的产业，比如说云顶和亚航，其实他们在2009年和2010年的收入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当时世界各地也没有进入封锁状态，马股综合指数也没有因为 H1N1 有多大的跌幅，板块之间的资金其实没有多大的移动。反观这次 COVID 对经济的打压是史无前例的，导致很多行业的收入都跌到了谷底，这也使很多资金从那些领域暂时撤离，使很多公司的股价都跌得很严重。那么撤离的资金都去了哪里呢？显而易见，当然是去了全世界股市
市里当时最亮最赚钱的仔手套啦。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其实这一轮的新冠肺炎，手套的股价是被很多其他领域的资金推上去的。而现在我们也看到复苏板块的股价慢慢回升，这也意味着资金开始慢慢撤离了手套股。而与2009年的 H1N1 不同，因为2009年我们并没有看到明显的资金从其他领域涌入手套股，所以严格来说，手套股现在的情况与其说是大跌，其实更可以说手套股是在回调到一个比较普通的水平。此外，散户也在这个手套大涨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当年2009年的散户也没有像现在一直创下不杀的历史新高交易额那么多，所以现在的手套股其实是从狂热中回归基本面。那么很多人肯定就会问，手套还有可能像之前那么狂热吗？那么小编就来告诉你，手套股要回归狂热的几个条件。第一，世界的新冠肺炎每日确诊人数必须再突破新高。第二，散户必须再一次活跃，而且要比之前更活跃。第三，就是世界必须在陷入封锁的恐慌，让资金对复苏没有希望，然后再次涌入赚钱的手套股。那么你们觉得这些条件未来有可能发生吗？小编个人觉得机会非常小，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各国的政治人物都在为了获取他们人民的支持，尽量把疫情的严重性淡化，让商家比起之前的封锁有了更多的自由，慢慢可以出来做生意，而且经济也比当时疫情刚刚爆发时复苏了许多。好了，说完了那么多比较负面的手套分析，我们来看看手套比较正面的消息吧。其实如果说手套股会不会暴跌，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手套在世界上的需求量是依旧强劲的，而且平均售价也还没有达到顶点，所以手套股的股民大可放心，手套股的股价是不会在一夜间暴跌的，他们现在只不过是在回归基本面而已。那么什么东西才是手套股股民需要注意的呢？那就是如果提前预测到半年后手套的需求量不再短缺，和平均售价不再上涨，这才是手套股真正开始下滑的时候。为什么说是半年后呢？因为股市的股价永远将体现出股票未来的价值，而不是现在的价值。之后小编也要分享一下小编的个人观点。小编觉得还有一个影响手套股股价重要的工具，那就是媒体。如果大家有察觉到新冠肺炎就算每日确诊人数破新高，可是媒体不报道的话，手套股股价其实不会怎么起。相反，如果媒体天天报道疫情又更加严重了，第二天你就会看到手套股股价提升。这些都是因为媒体其实都是一些权贵的口舌，可以影响大多数人的思想，而现在他们更倾向于淡化疫情，以达到安抚民心的效果。所以小编还是那一句，随着大势的发展而去改变，千万不要和大势作对。当有天你看到媒体又悄悄收起疫苗新闻，开始报道疫情又严重了的时候，你就大概知道接下来手套会怎么走了。以上都是小编自己的愚见哦，你们绝对可以选择不相信。那么在这里，小编也为你们整理了一份 H1N1 和新冠肺炎时手套股价和疫情的时间线的对比。有兴趣的朋友请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 like 这支影片，并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page， 然后在 Telegram group 里的 pin message 索取这份文件，这是免费的哦。之后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你们觉得手套股未来的挑战，并告诉小编你们还想看关于什么股票的解说哦。谢谢大家的收看。